有缘人，在面对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，我们往往被原谅的概念所困扰。但是，否应该宽恕那些曾经给我们带来痛苦的人？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。我们不应该对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抱有任何期待，哪怕他们道歉的再诚恳。行动胜于雄辩，他们的行为已经说明了一切，再多的话语也无法弥补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智慧人生，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，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。在生活的旅途中，伤害与痛苦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我们。每个人都可能经历情感的创伤、人际关系的裂痕，甚至是生活中的突发变故。面对这些挑战，我们常常感到无助与困惑，心中充满了愤怒与失落。然而，正是在这些看似绝望的时刻，我们也迎来了自我成长与蜕变的契机。如何在伤害中寻找成长的机会？如何在痛苦中锻炼出更强大的内心，成为了我们每个人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。伤害虽然让人痛苦，但它同时也是我们认清自己、反思他人行为的一个重要契机。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使我们不得不学习如何设立界限，如何识别值得信任的人。当我们经历过痛苦，心灵受到创伤时，或许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，从而使我们在未来的选择中更加理智。同时，挑战和困难也在不断锻炼我们的应变能力与韧性。每一次跌倒与站起，都是我们在成长道路上积累经验的重要环节。面对伤害时的选择与态度，将直接影响我们的情感健康与生活质量。我们能否从伤痛中汲取教训，勇敢地走出过去的阴霾，最终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幸福与满足。因此，探索如何在面对伤害时保持理智和自信，成为了我们每个人的责任。如何运用智慧应对生活的挑战，如何通过宽容与放下寻求内心的平和，这些都在引导着我们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。正是这些思考，帮助我们在风雨中找到方向，最终实现内心的成长与蜕变。然而，伤害的行为往往通过实际行动而非言辞来展现。尽管伤害者可能会以真诚的道歉来试图弥补，但往往言语的苍白无力无法掩盖其伤害的事实。人际关系的脆弱性在于，一旦伤害变成了习惯，信任和感情便会受到深刻的冲击。我们与他人建立的情感联系往往需要时间和努力来维护，一旦受到伤害，这种联系很难如初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情感的破裂不仅影响着我们的心理状态，还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社交圈和生活选择。更重要的是，感恩并不会因为伤害而产生。我们常常被教导要宽容，要懂得感恩，但对于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，感激的心态似乎显得不合时宜。伤害与痛苦是无法被轻易抹去的记忆，它们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烙印，让我们在面对这些人时始终保持警惕。
因此，我们无需感谢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，因为这种感激是没有必要的。真正值得珍惜的是那些在我们受伤时愿意支持和理解我们的人。生活教会我们，感恩应该是基于真实的善意和情感，而不是在伤害的阴影下强迫自己去接受的责任。这样，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，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坚韧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应当放下对伤害者的期待，以避免再次失望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对他人的宽容源于对过往情感的执念，期待着他们会改变。然而，现实往往是残酷的，对方的行为很可能并不会因为我们的宽容而有所改善。面对伤害，保持理性和果断尤为重要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守自己的原则，设立清晰的界限，让他人明白我们不容忍伤害的底线。这种自我保护并不是冷酷无情，而是一种智慧的选择。学会识别那些真正对自己好的人，是维护自己情感健康的关键。我们应当学会珍惜那些在我们困难时刻愿意支持和理解我们的人，而不是把心思浪费在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身上。过分的宽容只会让对方感到你软弱，从而更加肆无忌惮地继续伤害你。在建立自我保护的同时，我们也要学会合理表达自己的感受与底线。这种表达不仅是对自我的保护，也是在向他人传递我们的期待与原则。无论是在亲情、友情还是爱情中，明确的界限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不必要的伤害，让我们在关系中保持尊严和自信。保持坚定与自信，会让我们在面对挑战时更加从容与镇定。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在生活中找到真正值得珍惜的关系，也能使我们在情感上保持健康的状态。如果说提到伤害与复仇，不得不提伍子胥的故事。他的父亲曾是楚国太子的老师，却因楚平王的谗言而被冤屈致死。伍子胥侥幸逃脱，在他逃亡的岁月中，心中饱含着对父亲的哀痛与对楚平王的仇恨。这段痛苦的经历不仅塑造了他的性格，也成为他日后行动的动力。多年后，他投奔吴国，并通过自己的智慧和能力，协助吴国打败了楚国，报了一部分仇。然而，当伍子胥得知楚平王已经去世时，他心中的愤怒并未因此平息。尽管复仇的对象已经不在，但他依然感到无处发泄的怒火。最终，他选择了将楚平王的尸体拖出来，亲自用鞭子抽打300下。这一极端的复仇行为在历史上引发了广泛的争议。有些人认为伍子胥这样做是值得的，毕竟仇恨和痛苦在他心中难以化解。而另一些人则认为，无论生前有多大的过错，死后都应该得到尊重。伍子胥的行为显得过于极端，缺乏理智。这一行为让我们反思，在面对伤害时，选择理智的应对方式才是更为明智的做法。伍子胥的复仇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宣泄了他的情绪，
但同时也让他无法走出仇恨的阴影。这样的选择不仅未能真正解脱自己，反而加深了他内心的痛苦。在生活中，我们或许会面临类似的情境，当遭遇不公时，愤怒与复仇的冲动让我们难以自拔。但最终，能否选择理智而非冲动的行动，才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是否能够真正摆脱过去的阴霾。伍子胥的故事提醒我们，报复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解脱，反而要学会理智地面对伤害，寻找更健康的出路。虽然面对伤害时的愤怒与失落让人难以平复，但我们并不需要以报复回应伤害。报复的冲动常常源于对不公的强烈反应，但它往往会让我们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。报复不仅无法真正治愈内心的创伤，反而可能让我们在仇恨的漩涡中迷失自我。真正的智慧在于选择放下，专注于自己的成长与提升，而不是将时间与精力浪费在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身上。选择放下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伤害视而不见，而是承认这种伤害对我们的影响，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理智的决定。最好的报复就是不再理会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，把精力投入到自我发展中。无论是亲情还是友情，当一个人选择伤害了你，果断绝交，永不联系，这不仅是对自己的保护，也是一种自我尊重的体现。放下仇恨，走出过往的阴影，才能为自己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。专注于自我提升，意味着将焦点放在自身的成长与幸福上。通过学习新技能，追求个人目标或建立健康的社交圈，我们能够将痛苦转化为动力，推动自己不断向前。这样的选择不仅能让我们重新掌控生活，还能帮助我们建立起更强大的内心，抵御未来可能的伤害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重要的是要保持内心的平和，学会用宽容的心态去面对曾经的伤害，理解那些让我们受伤的人的局限性。虽然他们的行为对我们造成了伤害，但与其沉浸在仇恨中，不如将这种经历作为成长的契机。放下仇恨，接受过去的伤痛，我们才能迎接更美好的未来。最终，心灵的解脱与成长是我们应对伤害的最佳方式，让我们在经历风雨后，依然能够微笑着走向阳光。虽然伤害的痛苦，但也可以看作是成长的机会。每一次的伤害都是对我们智慧的挑战，促使我们反思自己的选择和信任。经历过痛苦之后，我们往往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生活的复杂性与人性的多面性。这种理解让我们在面对未来时能更加从容不迫。在经历了伤害之后，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开始发生变化。过去可能对某些人抱有的信任和期待，在伤害的冲击下逐渐被重新审视。这样的反思不仅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弱点，也揭示了他人行为背后的动机。伤害者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，往往源于他们自身的局限性与痛苦。
通过这种理解，我们或许能够培养出一份更为宽容的心态。与此同时，伤痛也教会了我们设立健康界限的重要性。经历过伤害后，我们学会了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，辨别出值得信赖的人。在未来的人际交往中，这种警惕性能够帮助我们避免再次受伤。伤害的经历虽然让我们痛苦，但同时也让我们成长为一个更加成熟与智慧的人。此外，痛苦往往是我们内心成长的重要催化剂，它迫使我们面对真实的自我，推动我们去探索内心深处的情感和需求。通过这种探索，我们能找到自我认同与价值感，学会如何在风雨中依然保持自己的立场与信念。每一次的跌倒都是重新站起的机会，而每一份苦难都藏着觉醒与蜕变的种子。可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重要的是要记住，痛苦的经历并不是白费的煎熬，而是通往成长与成熟的必经之路。我们应当学会从中提炼出智慧的珍珠，让其在未来的日子里熠熠生辉。面对伤害时的选择与态度，将决定我们是否能够在挫折中汲取养分，继续前行。最终，我们会发现，正是这些挑战与磨练，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与有意义。所以，我们在面对挑战时，我们需要运用智慧，以理性和果断的态度来应对。智慧不仅仅体现在知识的积累上，更重要的是在于如何运用这些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。经历过伤害与痛苦后，我们更容易洞察事物的本质，了解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这种深刻的认知使我们在面对挑战时，能够做出更明智的决策。首先，面对挑战时，保持冷静的心态至关重要。情绪往往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力，而冷静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清晰地分析当前的局势。通过理性的思考，我们能够分辨出哪些是真正值得关注的因素，哪些是我们可以放下的负担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学会控制情绪，并用理智引导我们的行动，可以有效避免因冲动而导致的后悔。其次，面对挑战时，我们应当善于寻求支持。与值得信赖的朋友或家人倾诉自己的困惑与痛苦，可以获得新的视角与启示。他们的理解与支持不仅能缓解我们的压力，也能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建议与鼓励。此外，加入志同道合的社群，参与相关的活动或讨论，也能帮助我们从中汲取力量，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。再者，适应变化的能力是应对挑战的一项重要智慧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遭遇意外和不如意，保持灵活性和适应能力能够帮助我们更快地调整自己的状态，找到新的出路。通过不断学习和尝试，我们可以拓宽自己的视野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每一次的尝试都是对自我的挑战，而每一次的调整都是在为自己的未来铺路。记住，挑战本身就是成长的一部分。每一个困难
都是对我们智慧与能力的考验。如何应对这些挑战，不仅能够增强我们的自信，也能让我们在经历中积累更多的经验。挑战让我们变得更加坚韧与成熟，教会我们如何在风雨中坚持自己的信念。正是在不断的挑战与应对中，我们逐渐塑造出更强大的内心，变得更加从容地面对未来的每一个考验。总之，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伤害与挑战，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在塑造我们的未来。伤痛教会了我们自我保护的重要性，而宽容与放下则为我们打开了通往成长的大门。每一次遭遇都在提醒我们生活的复杂性与人性的多样性。痛苦固然让我们难以承受，但正是这些经历促使我们反思自我，重新审视人际关系，从而在不断的磨练中成长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理性与智慧显得尤为关键。我们需要学会在情绪中保持冷静，以理性的眼光审视挑战。寻求支持与理解能够帮助我们缓解内心的焦虑，而适应变化的能力则是我们迎接未来不确定性的保障。每一个挑战都是我们自我成长的机会，让我们有机会在磨砺中锻炼出更强大的内心。最终，真正的成长并不只是对过去的释怀，更在于我们如何将这些经历转化为前行的动力。每一次的伤害都是一次觉醒，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需要的是什么，也更明白了如何去追求真正的幸福。通过不断调整心态，保持理智和自信，我们能够在生活的风浪中坚定地走下去。这样的心态不仅让我们在面对挑战时不再感到畏惧，更让我们能够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迎接更多的机遇与可能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经历风雨后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回复一句三阳开泰，祝愿你阳气永驻，与光明相伴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